Hello，欢迎球球。Hello，你好。球球，你最近出了一个新的 EP 专辑，要不要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EP 这次有3首歌，然后它是代表就是爱情的3部曲，就是从相遇，然后热恋到分开，对，3个阶段这样。那你当初这个专辑的概念制造是你的想法是？其实一开始没有特别的往就是爱情3部曲去想，只是刚好这3首歌凑起来好像可以这么诠释，对，所以后来就是往这方面去发展。那我好奇是，你在爱情里面是比较偏理性还是感性的？应该是比较偏感性，对，偏不理性。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吗？我蛮看感觉的，就是我觉得感觉对就蛮重要的，就是那个外在年龄那些我都觉得还好，所以你不在意这些，就比较偏向于感觉。对，就是相处的感觉。那你会在意你男朋友就是一定要多才多艺或者懂音乐跟你一起吗？不会，但我会希望他是就是会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很多男生都会可能没有目标。那你有遇过比较疯狂的男粉丝吗？有，我遇过一个，他是每天就是拍照，就是传他的脚毛给我看，叫猫？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有发现哪里不一样吗？”对，而且他每天传，就是维持1年这样，没有断过。你真的有看吗？我真的有看，你这样仔细看，对啊，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好好笑。那这个专辑这个专辑是分3部曲嘛？那所以是从热恋到从相遇，然后热恋，然后分开。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首？我自己应该比较喜欢就是相恋，相对，中间那首歌。那你在拍摄的过程中有遇过什么有趣的事吗？因为我蛮怕虫的，然后就是对，所以就是只要拍摄就有外景的时候，就我都会特别紧张。然后因为我就是还有他是写真嘛，然后写真他就是也有在那个外景拍，在一个草原，然后那时候我直接拍到哭你遇到什么？就是我以为有虫，我就会很紧张。我就看到那个草就是有黑的东西在动，然后我就马上爆哭。像我看到那个写真，通常那个写真上面的就是衣服比较火辣一点，就是朋友或是爸妈没有，就是因为长辈会比较传统，他们还好就是对，因为就是我是走比较健康路线，对，所以就是他们是觉得还可以。那个风格是你自己设定的吗？就是有跟团队讨论过，就是想要把我不同的风格都展现出来，所以那个写真里面有蛮多不同风格的我。那写真跟专辑是有连贯，就是没有，他们就是分开的。所以就是专辑是专辑，然后写真是写真。那怎么会想要同时一起？因为像这3首歌就也是想要展现不同风格的我，然后想试试看哪一个风格就大家比较喜欢，然后写真也是就想让大家看看就是不同风格的我这样。那你有喜欢哪个风格吗？我比较喜欢就是我在写真里面穿睡衣的那种慵懒的那种风格。那你从出道坚持这个很多年了，大概什么时候？我7年前就是从韩国回来，对，然后到现在，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有放弃。那你会怎么样让你又重新开始？因为后来就是还是发现自己蛮想要表演的，对啊，就是蛮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人就是有想做的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就重新开始。我蛮好奇是你是怎么去韩国的？那时候是他们来台湾甄选，对，然后后来我去韩国复试，然后回来没几天，他们就说：“你选上了，下礼拜可以来韩国了。”那当时不会觉得是诈骗？还好，因为我就是有去他们公司看，而且那时候是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姐姐跟着我一起去。你去韩国那个时候感觉年纪还蛮小的嘛，那家人是支持的吗？因为他们前面已经反对过蛮多次的，因为前面可能就也有别间公司就要签约，然后他们反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错过一些机会，对，所以到这次的时候，他们就想说算了，就是前面反对那么多次，就是都拦不住我，那不如就是这一次就让我去试试看。韩国的练习生活跟台湾应该差蛮多的吗？还是还好？差蛮多，因为他们要住宿舍嘛，就等于你从起床到睡前，你都是一直在公司练习。对，就他们砸的钱也蛮多的。那韩国的练习生就是同台之间，你会遇到被排挤之类似这种吗？
因为大家都比较算在练习生的时候都是各过各的，就是因为都是个人竞争嘛，所以就是就不太会聊天，就是都是在上课啊，然后像唱歌就也都是老师跟你1对1，所以其实团体课就只有舞蹈会一起，然后其他课其实大部分都是分开的。强度上呢，感觉舞蹈强度跟也是会有落差吧？你有遇过就是撑不下去啊，或是有啊，然后就会去厕所爆哭，对，然后再出来继续练习。所以你们平常练习就是完全都不能用手机？就是其实是不能有手机的，但就是都会偷偷带。对，就是其实也是可以有手机，可是那手机是只能用来跟爸妈联络，你不能下载 IG 啊、Line 啊那些都不行，而且公司会拿去检查。所以你当时的 IG 也是收起来？那时候不可以有 IG，不能用。但是我偷偷就带另外一只手机，就是我有开一个小账，这样就是偷偷滑。那是什么原因让你会觉得说你想要回来台湾？那时候我是受伤，我就是在练舞的时候，然后我可能姿势不对，我就看到那个镜子里面我的膝盖跟小腿就是往不同的方向折，然后我就跌倒，然后后来好像就韧带撕裂伤，然后在韩国看医生就很不方便，所以就先回来台湾治疗。那有没有觉得很可惜？那时候有一种觉得突然很放松的感觉，因为一直都在练习嘛，对，然后1个礼拜只休1天，然后休息那天就是睡觉啊，然后就也没有别的事做，所以那时候回来台湾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去那边就是真的只能强制自己去习惯他们的所有文化，对，因为那时候我去就是一去第1天，然后就马上开始练习了，对，然后我觉得它跟台湾这个产业跟台湾的差异就是他们真的比较像军事化，对，就是真的就是把你当军人在操，但台湾就是真的比较没有那么严格，比较松一点，所以我会觉得像韩国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品质在那边，就算是小公司，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蛮好的品质。那个时候公司的人还有来台湾找我一趟，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一个选秀节目，然后他们就想要我去。对，但那时候第一我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第二就是我家人他们看到我受伤，然后回来就是又瘦这么多，他们就很心疼，就是想要我就是在台湾发展就好，所以后来就是还是决定就留在台湾，然后没有再回去。那你现在有后悔吗？觉得说当初怎么没有继续坚持？我其实真的还蛮后悔，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真的错过蛮多机会，就是前面是家人反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在上海，对，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成功跟公司签约，所以那时候就是也错过蛮多机会。所以你也有在上海当过练习生？有在那个香蕉娱乐。那大陆的那个模式是怎么训练？那时候也是住宿舍，然后也是有唱歌课跟舞蹈课，只是他们比较就是大陆比较多都是就是自主训练，对，但是韩国是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老师在那边盯着你，对，大陆有点像是就是反正就是让你自己练习啊，然后到时候验收的时候才有人来看这样。就是那时候从韩国回来之后，就是有在想说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因为就觉得前面也错失很多机会啊，然后要不要就是干脆放弃，所以中间就是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想说，不然就去找个工作啊，赚钱啊，补贴家里啊，对。然后后来是就是我有一个跳舞的朋友，他有一天突然问我说，他们舞团就是缺一个人，然后问我要不要去跳舞这样，然后我想说，好啊，那我那段时间没事，结果我就去了，然后后来还是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还是很喜欢跳舞，对，所以后来就又决定就是再重新回来，然后就是发单曲这样。因为这3部曲你觉得你是融合了就是不同的曲风，那当初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啊，你的心态是说，你有没有设定说这个曲风一定要什么什么？没有特别去设定，但就是想要往就是 K-pop 的方向去。你想要，因为我看你那个都就是还蛮韩团，就蛮 K-pop 的，对，就是蛮喜欢这种风格的。那编舞上面呢，你就是跟舞蹈老师讨论？对，就是跟舞蹈的讨论，然后但是他编的舞真的是蛮累的，真的很累。所以你跳舞是从小学吗？大概国小的时候就是先参加热舞社，大概是到国中才想要走艺人。这是你第一次出专辑，对 EP 专辑。那你觉得说你有学到什么吗？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 EP 跟单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EP 它就是筹备时间会比较长。对，所以就是在这中间准备蛮急凑，就觉得也进步蛮多的。那这筹备过程有遇到困难吗？就是因为要做一些风格上的突破，像是就是唱法要改变，对，
就有去练习一下。去上课，去外面上课，就是有那个老师指导这样。你自己觉得你是比较偏向什么风格的唱歌这种？我觉得我声音我的声音应该算不高，对，应该是比较适合那种可能酷酷的，但因为这次的风格都比较甜甜啊可爱，所以就是要做一个突破。我是有谈过恋爱，所以就是在唱这3首歌的时候，多多少少就是会带一些感情进去，但是就是有时候感情不到位的时候，就是还是有被那个录音老师说，你这边不对哦，就要重来。然后后来就是真的重来太多次了，结果后来他们就拿了一瓶那个皇家礼炮出来，对，他就说来，球球你来喝一口，结果喝一口 OK， 全部通过，就是感情那些就全部到位这样。所以后来他们就问我说，还是你要在录音室祭酒。对，你平常会有喝酒的习惯吗？有啊，蛮爱喝的。你很爱喝酒，而且因为我现在声音沙沙的嘛，然后但我喝完酒之后会比较开嗓哦，所以我录音有喝酒的话，声音会比较洪亮一点。那因为这三部曲嘛，就哪一部是比较贴近你的生活？那我觉得应该是第3部，因为第3部就是我有参与一些创作这样。你自己参与创作？对，因为那时候是我好像心情不好，然后就是低潮，然后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那就把这个变成一个作品这样。对，所以它就比较贴近我日常生活。那你在低潮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这些？我那时候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因为我低潮的时候就是不太想见人。对，然后我会透过文字，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写作文。哦，你小时候喜欢写作文？对，我现在就也很喜欢。但作文蛮静的然后跳舞又蛮动态的。对啊，就是我很喜欢写字，对，然后就我小时候就是国文蛮好的，对，因为我就是蛮喜欢去了解就是这些字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现在有想要就是尝试其他的，未来有其他计划吗？写词上面或是创作？就还是会想要试试看。你自己比较想要单纯走唱跳，还是也是想要就是写词一起吗？写词应该只是算就是觉得有一个自己的作品，就是会觉得蛮开心的，但我应该还是会以唱跳为主。这个 EP 你想要传达的就是给粉丝的那种理念是什么？主要是因为每一首歌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讲第3首歌好，第3首歌是主要是希望大家要学会放手。对，就有时候对，有时候结束就不是不好的，这样也开始一个新的开始。那因为你有谈过恋爱，那段恋爱是你有把那段感情今天带到这首歌里面吗？有，他那时候就是情伤写的，就是对，就幸福边缘，他是要分开的时候写的，所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要学会放手这样。所以这首歌啊，就是那个感情就分手那个是你的真实故事吗？对，蛮像，就是像我应该说是我当时的心境。那你当时当时是怎么跟那一任男朋友分手？他那一任就是有一点像拉扯，就是要分不分的那种感觉，但我就觉得那种关系很内耗啊，所以蛮痛苦的。你那时候谈过1场？没有，总共三场吧。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任心态去写的。对。是你们那时候年纪很小吗？还是大概就今年初。哦，今年初结束这段感情。对。哦，那很记忆深刻。对。所以你就带那个，那你有这个有点像是思念吗？还是就是有点像是，因为那时候就我自己也有点舍不得放弃这段感情。对，所以才会在那边就是很难过啊什么的，然后对方就又很冷淡这样。名字的意义是有赋予它意义吗？像那个爱上蜜，就是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爱上蜜。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听到这首歌就爱上我这样。那你觉得你幸福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那应该就是那个爱情甜蜜蜜的那首歌想表达的，就是眼中就只有对方啊，然后热恋期啊，然后疯狂谈恋爱这样。所以你是恋爱脑吗？哦，你是恋爱脑，你是会为了男生就是说，那如果男生说我今天下午来找我，你就会立刻放下工作去找他的那种？我应该会先完成工作啊，就是但是我可能如果男生说谎被我发现，我可能就是会原谅的那种。哦，你会原谅的那种？你会就是他劈腿这样，你说谎应该就算是劈腿，这样你也可以。他劈腿的话，我之前有原谅15次，15次，对，最高经验。对，然后我身边朋友就说：“你一件衣服都不会穿15次了，你要原谅一个人15次。”
为什么所以你是觉得说就是很爱这个人吗？还是我就觉得有什么好值得你原谅他15次？因为我很心软啊，就是我就觉得他都道歉了，他看起来好像真的会改耶。在恋爱里面就是不理性的那种。对啊，因为你是不理性的恋爱脑，那你当时怎么调试自己？那我觉得第一段就是会有点难分，对，但第一段是就是后来自己也意识到，好像就是再勾顶下去就也没办法。那第二段呢？第二段就是那个15次，我到第16次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原谅。所以是你第16次是你提的？对。像就是我也有把我的就是这些恋爱故事，就是分享给我的制作团队，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是想说，就有找出一些比较适合我的就是歌曲，然后来制作，对，然后跟老师们合作，因为老师们就是也都是算比较年轻一点的，所以就是相处起来就是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合作起来就是都还蛮顺利的。我的 EP 呢就是主要主打爱情3部曲，然后里面有3首歌。第一首歌呢是 Eyes on Me， 然后谐音梗就是爱上我，然后是希望呢你们看到我呢就可以就是爱上我这样。然后它主要呢是在表达就是2个人就是相遇的感觉，对。然后第二首歌呢是爱情甜蜜蜜，然后它是在说2个人相遇之后热恋。然后这首歌它的风格就是真的甜甜的，对，就我自己在唱的时候，就是也会很享受在唱这首歌，就我就觉得蛮舒服的，然后就也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第3首歌是幸福边缘，然后他是在讲就是2个人要分开，然后在那个幸福的边缘的那个阶段，就是希望呢大家要学会放手，然后就是结束不一定是不好的，也是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希望粉丝朋友们会喜欢。谢谢大家，谢谢。有没有想对喜欢你的粉丝们说一些话？就是谢谢你们一路上的支持，然后也希望你们就是未来可以看到你们，然后我们一起前进这样。